当叶晨载着林婉儿在博根郊外故地重游的时候，远在非洲东南部尼日利亚的一座油田上，大量油粮式抽油机正在广袤的土地上24小时不停运转，整片平原都是机器周而复始转动的身影，以及其他各种机械的轰鸣声。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石油经济是他们的中流砥柱。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时候，尼日利亚曾经也当过非洲一哥， GDP 不敢说一直第一，但稳居前3问题不大。而珀钦会麾下的这片油田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运营了几十年，它是珀钦会在尼日利亚独立之后通过特殊手段拿下的，每年都能为珀钦会贡献大量利润。这片油田每年至少有10几20亿美金的净利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里已经为珀钦会创造了数百亿美元的现金收益。如果转手把它卖出去，一次就能套现几百亿美元。类似的工矿产业，珀钦会在全世界多不胜数，不过这里确实算得上是珀钦会全球利润最高的驻地之一，也是市值最高的驻地之一。此时，在油田一座高耸的钻井塔顶部平台上，2位中年男人前后站立，俯瞰着整个油田。站在前方靠近围栏的便是珀钦会右军都督府大都督吴书同，而站在他身后的则是参将袁承泽。在珀钦会的5军都督府中，右军都督府覆盖的国家多，面积广，除了俄国之外的整个欧洲，整个非洲大陆都在右军都督府的版图之下。不过，右军都督府的驻地一直都在欧洲各国轮转，从未进驻过非洲大陆。究其原因，主要也是非洲条件要比欧洲差上许多，而都督府驻地不仅是大都督及其核心部将常驻的工作地，他们的家人也都在这里与他们一起生活，所以自然没人愿意拖家带口来非洲。如果没有绝对的必要，吴书同也很少到非洲来。这次之所以带着心腹袁承泽过来，主要也是3大长老受英主之命秘密抵达。他作为右军都督府的大都督，被英主指定亲自接待、亲自陪同，并且要在这里亲自坚守到目标出现。乌烟瘴气、机器轰鸣的油田，与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比起来，自然是天差地别。吴书同没来几日，便已经厌倦了空气中无处不在的原油味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更愿意登上高耸的钻井塔。在这里，噪音和气味的影响比地面要减轻不少。袁承泽站在他的身后，见他一直眉头紧锁，便开口道：大都督若是不习惯这里的环境，属下便先在拉各斯市区给大都督寻一家5星级酒店。3位长老已经在地下密室闭关，这里一切有属下盯着。吴书同摇了摇头，淡淡道：英主交代我必须全程紧盯，不得有任何纰漏，万一出点什么状况，而我又不在这里，英主降罪下来，我可承受不起。袁承泽赶紧低下头，惶恐地说道：属下考虑不周，还请大都督降罪。罢了。吴书同摆摆手，叹了口气，道：坚持几日问题不大，但要长久坚持，还真是个考验。也不知英主要等的那个人会不会来，来的话，也不知什么时候来。袁承泽道：大都督便是英主他老人家，也不知那人究竟是何身份，身在何处，就这么守株待兔一样死等下去，3、5天、3、5月、3、5年都尚且未知啊。吴书同感慨道：英主既然这么要求，我等臣子又怎能不从？不过袁参将也不用如此悲观，目前所有驻地全部静默，只有这里的线索被透露出去，只要对方还想继续在暗中与珀钦会为敌，这里便是他唯一能找到的目标。我个人推断，他来的概率还是很大的。袁承泽又道：只是英主选择这里作为诱饵，也委实有些令人肉疼。这里去年为右军都督府贡献了超过20亿美金的利润，上缴英主的利润也有16亿美金之多，是咱们右军都督府最赚钱的产业了。万一这里有什么危险，等于损失了一个印钞厂。吴书同点点头，3大长老真要是在这里与人斗法，怕是这油田也要不了了。不过好在这种产业我们多的是，虽然大部分可能比不上这里的规模，但终归是积少成多，涓滴成河，损失一个油田，对我们的实际影响也并不算大。
袁承泽不由开口道：“大都督，现如今赚钱的风口多不胜数，搞科技的一年赚几百上千亿美金都不在话下，我们为何不往这些方面发展？”吴书同笑了笑，袁承泽虽然是自己的心腹，但他并不知道只有吴家后代才知道的隐情，也不知道英主吴飞燕的真实身份和背景，于是他便开口道：“在破清会400年的历史中，历任英主都深刻意识到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那些所谓的前沿技术和流行风向，或许能在几十年内创造大量富含泡沫的财富，但对一个几百年的组织来说，并不是长久稳定的收入来源。历史上，很多人、很多家族、很多企业抓住了一个契机便陡然而富，可大多数又因为抓不住下一个契机而泯然众人。真正能持续100年甚至几百年不衰的生意，只有能源与资源。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历经这么多年发展而屹立不倒的关键所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资产也和洛克菲勒家族一样，大都在能源和资源产业。科技行业或许短时间内机遇无限，但某些领域说不定用不了多久便会被其他新的技术淘汰。我们这些武夫去做这些领域，天然就没有优势，谁能保证我们一直走在最前沿？说不定稍微有点什么变化，就血本无归。你拿1亿美元投一个科技项目，最后可能连100万都收不回来。但你如果花1亿美元投几座油井，它大概率能在未来30年里为你带来10亿美金的收益。这就是稳定的重要性，还有抗冲击能力也是重要指标。假如明天世界大战了，芯片和智能手机还能不能赚到钱，我不知道，但石油、钢铁、有色金属肯定能赚更多。吴飞燕虽然是一位年近400的老人，也不具备现代化的商业头脑，但守旧的他，通过自己这么多年来对世界的了解，给破清会的商业版图制定了一个绝不动摇的核心理念，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多地控制能源和资源。见证过工业革命和世界大战的他，非常清楚这个世界再怎么发展，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旧是主力能源。而无论世界科技如何发展，是进步还是退步，钢铁、贵金属和有色金属也都是工业社会的重中之重。就算全世界爆发世界大战，打成一片废土，全球科技公司全部倒闭破产，能源和资源依旧能够屹立不倒。正因为如此，破清会几百年积攒的资产中，油田与矿山占了大半比重。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油田、矿山都更容易进行隐蔽工程的施工，并且藏匿大量人口。塞浦路斯的铜矿就是将内部巷道和工作面进行扩大，硬生生在地下构建了一个地下社区。因为本身就是矿山的缘故，这种巨大的工程也可以做到完全的掩人耳目。袁承泽大概听懂了吴书同的观点，感叹道：“听大都督说完这些，属下才意识到是自己异想天开了。”吴书同轻笑一声，看着下方数不胜数的抽油机，感慨道：“越简单的商业模式就越可靠。你看这些磕头机，每转一圈就会抽上来大量能够换成美元的石油，这些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我们只要把抽出来的原油接入管道，输送到港口，那些石油商人就会用油轮将石油运送到世界各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里等着数钱就好，不用担心今天流行什么，明天流行什么，更不用担心谁会用技术革新砸了我们的饭碗。那帮科学家没研究明白可控核聚变之前，这里永远都不愁没钱赚。”袁承泽重重点头，感叹道：“破清会能屹立世界400年，离不开历任英主的高瞻远瞩。”说罢，他又问吴书同：“大都督，若是在此地等候的时间尚且没有准信，要不要属下安排专人为您改造一个环境适宜的居所？”吴书同思忖片刻，摆手说道：“不必了，英主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说不定会有其他眼线。在那个神秘的敌人出现之前，你我一定要表现得全力以赴，兢兢业业，万不可给英主留下难堪大用的印象。”